各位健康之道的好朋友，我是蔡哥蔡志霖。今天要紧急提醒正准备去银行取现的老友们，这件事直接关系到你钱袋子的安全。咱们退休后的每一分钱都是养老本钱，马虎不得。你有没有注意过，银行柜台玻璃上总贴着一块铁牌，写着现金当面点清，离柜盖不负责。就是这块冷冰冰的牌子，坑苦了不少老实人。它像一道护身符，把银行的责任撇得干净，却把风险全转嫁到客户身上，这绝非危言耸听。每年节前取现高峰或养老金发放日，都有真实悲剧重演。很多老朋友因为一时疏忽，或怕耽误后面的人，拿了钱就走，回家一数才发现少了钱，夹了破损钞甚至假钞。回去找银行，对方指着牌子一句话就把你堵回来，所有委屈损失只能自己承担。如果你觉得这提醒来得及时，恳请你按下方订阅键，点亮小铃铛，选择全部通知，也请你动动手指为视频点个赞。你这轻轻一点，不仅是对我的支持，更能让系统把这条重要信息推送给更多退休朋友。咱们这把年纪，正该互相提醒，抱团取暖，才能牢牢守住自己的养老钱，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好了，闲话少叙，直接进入正题。为什么我会对那块离柜盖不负责的牌子如此深恶痛绝，却又不得不反反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敬畏它，重视它呢？因为就在前2天，我认识的一位刘大妈就亲身经历了一场让她血压飙升，好几天没睡好的糟心事。刘大妈的儿子要结婚，她高高兴兴去银行取3万块钱，打算给孩子包红包，置办点东西。取钱的时候，她特意跟柜员说想要新钱喜庆。柜员从里面拿了3捆扎得好好的钞票出来，每捆1万，上面还贴着银行的白色封签，盖着红章，看着就特别正规可靠。刘大妈一看是银行原封捆好的，心想这还能有错？加上那天银行人特别多，后面排队的人不停往前探头看，她脸皮薄，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接过那3捆钱，看也没细看，顺手就塞进了自己的布袋子里，急匆匆走了。结果您猜怎么住？等他回到家，满心欢喜地拆开封签准备分装红包的时候，问题来了。他拆开其中1捆，数来数去，怎么数都只有99张，少了100块。他以为自己老眼昏花，数错了，赶紧戴上老花镜，又让老伴一起数。2个人反反复复点了5遍，确实只有99张，整整少了1张100元大钞。刘大妈当时脑子就嗡的一下，这可是银行原封不动给出来的钱啊，封签都没动过，怎么会少呢？他拿着那捆钱和拆下来的封签，气得手直哆嗦，立马赶回银行去理论，找到大堂经理，把事情原原本本一说。那位经理态度倒是挺客气，但话说的一点都不含糊。他指了指柜台上那行醒目的大字，说：阿姨，我们这里规定写得很清楚，现金当面点清，离柜盖不负责。您这钱都拿回家这么久了，封签也拆了，现在说少1张，我们很难处理啊。这怎么证明不是在您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掉的呢？或者是不是您记错了？刘大妈一听，急得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坚持要求调监控来看。监控是调出来了，可画面里只看到柜员把3捆钱递出来，刘大妈接过去，直接就放进了袋子。整个过程不到10秒钟，她既没有当场拆开封签，也没有在摄像头下数钱的动作。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银行出错的情况下，银行咬死了那条规定，坚决不赔。最后这100块钱的损失只能刘大妈自己默默承担。她跟我说，蔡老师啊，我难受的不是丢了这100块钱，是心里这口气顺不下去。我这么信任银行，结果反而被这信任给坑了，感觉像吃了个哑巴亏，冤得慌。各位老友，听完刘大妈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您是不是也觉得心里堵得慌，又气又无奈？但光是生气没用，咱们得弄明白，银行凭什么这么硬气？那块铁牌子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这背后的道理，其实涉及到法律上的一个关键概念，叫做证据链。在银行制定的这套规则里，现金的交付、责任归属的转移，是有一个明确分界点的。当钱还在柜台里面，在柜员手里或者钱箱里的时候，责任是银行的。但是当柜员把钱递出来，您伸手接过去，并且没有当场提出异议，拿起来转身的那一刻起，这个保管钱的责任法律上就从银行转移到您个人身上了。
您一旦拿着钱跨过了柜台前那1米线，甚至走出了银行大门，您就离开了银行监控最清晰、覆盖最全面的保护区，进入了一个责任的盲区。在这个盲区里发生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您回头说钱少了，银行可以说给足了；您说有假币，银行可以怀疑是您出门后被人调了包。到了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地步，打官司讲的是证据，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您要是拿不出铁证证明前离开银行柜台时就有问题，那这亏您就吃定了，就算告到法院，法官也爱莫能助。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银行给出来的钱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少呢？难道是柜台里的工作人员心术不正，故意偷咱们的钱吗？蔡哥在这里必须客观的说一句，在现在银行内部管理这么严格，到处都是高清摄像头的情况下，柜员为了区几百块钱故意动手脚，赌上自己饭碗和前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非故意的，因为疏忽或者意外造成的少钱加残币情况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尤其在业务繁忙的高峰期，这种出错的概率还会成倍增加。这里头主要有3大隐形元凶，是咱们取钱时必须要提防的。头一个元凶叫新钞占联，咱们老年朋友都喜欢新钱，觉得又前进又吉利，逢年过节包红包或者随礼都用得上。可是您知道吗？崭新出库的钞票纸张特别薄，而且表面有一种色感，就像刚印刷好的新书页一样，特别容易2张甚至3张紧紧地粘在一起。这个时候，如果柜员用的点钞机老化，或者碾钞的力度没调教好，就很可能把粘在一起的2张新钱误认为是1张给点过去了，这在行话里叫做加章。柜员要是过分相信机器，自己没有手工再复核一遍，递给您的钱实际张数可能就少了。如果是多给了，银行下班结账时发现钱少了，肯定会想方设法通过监控查流水找到您，追您还回来。但如果是少给了，银行结账反而多出钱来了，如果您自己不找上门，这笔钱很可能就被当作偿款处理掉，不会有人主动联系您说我们多钱了，是不是少给您了。第二个元凶是机器故障或者飞钞。点钞机是高速运转的机器，有时候钞票会卡在机器的滚轮缝隙里，或者因为转速太快，一张钞票嗖一下飞出去，掉到柜员脚边的桌子缝里、柜子底下，柜员忙得头昏脑胀，可能根本没发现机器屏幕上明明显示数了100张，但实际放到您手里的只有99张。还有时候点钞机的技术禀出了问题，数字跳得不准，或者柜员一眼没看清，这些技术性、偶然性的失误都是可能发生的。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但活人往往又过于依赖机器，这就埋下了出错的隐患。第3个元凶就是最常见的人为失误。银行柜员也是普通人，不是机器，他们会疲劳，会眼花，会因为压力大而注意力不集中，特别是赶上发养老金的日子，或者节假日之前，柜台前排起长龙，后面的人不停地催，办业务的人心里也焦急。这种高压环境下，出错率自然就上去了。不管是数零钱，还是把整钱换成散钱，稍微一分神，就可能拿错面额，数错张数。所以您别看银行规矩大，但具体操作的都是人，只要是人，就没有绝对不失误的。钱给少了，里面加了张破损的旧钞，这在银行柜台业务里绝对不是什么稀奇事。关键的关键就在于咱们作为客户，能不能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也就是钱还没离开柜台监控范围的时候，把这个错误给揪出来。如果您当场发现，柜员会立刻给您补上或者更换，态度还会特别好。可如果您没发现，把钱带离了银行，那这个错误的后果就得您自己100%承担了。那么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破掉这个离柜概不负责的死局，保护好自己的血汗钱呢？是不是只要在柜台前把钱数一遍就行了？蔡哥告诉您，光数还不够，您得会数，您得学会怎么在数钱的同时，给自己留下无法推翻的铁证。今天我就教大家一套柜台取钱保命动作，请您务必记在心里，下次去银行取现金，不管金额大小，都必须严格执行。这套动作的核心秘诀，就是要充分利用银行柜台正上方那个时刻工作的监控摄像头，让它成为您的电子证人，为您记录下全过程。首先，当柜员把钱从窗口递出来，
不管是散钱还是成捆扎好的，请您千万记住，第一步绝对不是顺手接过来就往口袋或者包里塞，更不要转身就走。您要像扎根一样站在柜台前，不要离开那个窗口，然后立刻开始第一个动作，拆把。如果您取的是那种1万1捆的带着银行封签的钱，不管那封签上盖了几个章，看起来多么权威崭新，请您一定要当着柜员的面亲手把那个封签纸条撕开，千万别迷信那个小纸条，它只能证明这捆钱是从银行这个渠道出来的，根本证明不了里面没有加残币，没有少张数。我见过太多因为过于信任封签，回家拆开才发现少了钱，甚至里面夹着点超练功券的倒霉案例了。信任不能代替检验，这是保护自己的第一道关口。拆开之后，紧接住就是的2个动作，也是最关键、最核心的一步，在摄像探头下做扇形展看。很多老朋友数钱有个习惯，觉得财不露白，怕被旁边人看见，喜欢把钱拿得很低，放在柜台下面，或者抱在怀里，低着头偷偷的数。我告诉您，这种做法是大错特错。您这样躲着人，同时也躲开了监控摄像头的眼睛，万一将来有纠纷，调出监控一看，画面里只能看到您的头顶和后背，根本看不清您手里有没有数钱，数了多少钱，这不就等于白数了吗？正确的姿势应该是，您把钱拿在手里，手臂稍微抬高一点，大概举到您胸口到下巴这个高度，确保您的手和那一沓钱都完全暴露在柜台玻璃上方那个摄像头的拍摄范围之内，也就是监控画面的核心区域。然后像我们打扑克牌理牌那样，或者像扇扇子那样，用大拇指把这一沓钱的边缘碾开，均匀地展开成一个扇子的形状，正反两面最好都这样过一遍。您可能会问，蔡老师，为什么非要展成扇形呢？这里头有讲究，因为现在银行的监控都是高清的，您把钱展成扇形，每一张钞票的边角、编号区域都能比较清晰的在监控画面里呈现出来。如果在展看的过程中，发现某张钱只有半截，是张残币，或者某张钱颜色、图案明显不对，像是假币，又或者整体厚度一看就明显偏薄，这些异常情况都会被高清摄像头忠实的记录下来。这份录影就是将来万一需要理论时最有力的电子证据。如果您只是像平常那样快速的拨着数，摄像头可能因为速度太快而捕捉不到细节，但扇形展开是静态的，一目了然的，证据效力强得多。在具体数钱的时候，我建议大家采用分组点数法，比如都是100元大钞，您可以2张一组或者5张一组的数，嘴里可以小声的念出数字来，这样数虽然速度慢一点，但是准确率非常高，不容易数花眼。如果您觉得自己手速不保险，或者眼神不太好，现在很多银行的柜台外面都会配备一台小型的点钞机，就是专门给客户验证用的。您一定要把钱放进那台机器里，当着柜员的面过一遍，并且眼睛要盯着机器屏幕上最终显示的数字，确认是100张才行。如果有这台机器，务必要用，因为机器过钞的过程和显示的数字同样是可以作为辅助证据的。在整个点钞验证的过程中，有一条绝对的原则，请您时刻记在心里，在您没有100%确认前的数额正确、真伪无误之前，您的双脚一步都不要离开柜台那个位置，您的双手一刻都不要让那叠钱离开您的视线和掌控，哪怕后面排队的人开始嘀咕、催促，哪怕柜台里的职员流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您都别往心里去，别受影响，您就稳住心神，慢条斯理，仔仔细细的数。您要明白，这是在清点您自己的血汗钱，这是法律赋予您的正当权利。为了照顾别人的情绪，为了节省那几十秒钟的面子，而让自己承受成百上千块钱损失的风险，回家后悔的睡不着觉，那才是真正的不划算。面子是小事，守好咱们的钱袋子才是头等大事。那万一咱们在数钱的过程中真的发现了问题，比如数来数去就是少了1-2张，或者发现里面加了一张明显破损的残币，甚至怀疑有假钞，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您千万别慌，一慌就容易出错，更不要拿着有问题的钱直接离开窗口去找大堂经理理论，因为您一旦离开这个窗口，就又构成了离柜，事情会变得复杂。正确的应对方法是，您就站在原地，把手里那叠有问题的钱
轻轻按在柜台的台面上，但手不要松开，然后用清晰、严肃的语气对里面的柜员提高一点音量说：“同志，麻烦你先别动，你这钱给我的数目不对，或者这张钱有问题，请你现在马上叫你们的主管或者负责人过来，当场核对一下。记住，声音要大一点，让周围等候的人也能听到，这也是一种无形的监督和保护。一般情况下，柜员听到您这么说，都会非常紧张，因为出现短款或者差错，对他们来说也是要追责的事故。等主管过来后，您就明确要求他们当场进行清箱复核。简单说，如果您怀疑他们少给了您钱，您可以要求他们把刚才给您取钱的那个现金箱拿出来，在您面前，在监控下当场清点里面剩下的钱。如果他们清点的结果发现箱子里剩下的钱比账面应该剩的钱要多，而且刚好多出您说少的那个数额，那就铁证如山，证明确实是少给您了。在监控下，在主管的监督下，这个问题当场就能圆满解决，该补给您的一分都不会少。但如果您是把钱拿回家以后再返回来，要求查监控、查尾箱，那流程就漫长了，而且银行配合的意愿会低很多，您想要回钱的成功率也微乎其微。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关于假币的。虽然说现在从银行柜台流出假币的概率已经非常低了，但从理论上说，并不能完全排除。如果您在柜台前当面点验时，发现了一张可疑的假币，银行是有责任和义务给您更换成一张真币的，前提是确认这是他们工作失误流出的。但是如果您把钱拿回家以后，过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再拿着一张假币回去说这是你们银行给的，银行会怎么处理？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银行会直接将这张假币予以收缴，在上面盖上假币的印章，然后开给您一张假币收缴凭证。这张假币呢，就没收了，不会兑换成真钱赔给您，因为您已经离柜，银行无法判断这张假币究竟是当初给您时就有的，还是您离开银行后在其他环节被人调包了。您看，同样是发现假币，离柜与不离柜，结果就是天壤之别。当场发现能换回真钱，离柜后再发现不仅损失假币，还憋一肚子气。另外，咱们不光取钱时要注意，去银行存钱的时候，其实也存在类似的风险，原理是一样的。很多老友去存钱，一把钱递进去，柜员放进点钞机一点，机器突然叫了，柜员抽出一张说：“阿姨，这张是假币，要没收。”这时候咱们往往觉得很冤枉，会说：“这是我刚从你们银行取的啊，或者这是我刚取的工资啊。”但是只要您距离上次取钱已经有一段时间，离开了银行的监控视野，这钱的来源就说不清了，银行依然会按规定没收。所以不管是存钱还是取钱，只要涉及现金交易，当面点清这4个字的黄金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千万不能马虎。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醒老年朋友们，就是关于零钱的清点。不少人觉得100块的大钱要认真数，那些10块、20块的零钱数起来麻烦，差不多就算了。这种想法要不得，恰恰是零钱，因为使用频率高，纸张更旧、更脏，更容易出现2张粘连在一起的情况。而且柜员在给您配零钱的时候，比如换一堆10块的，也更容易因为面额小而数错张数。咱们不能因为钱的面额小就不当回事。俗话说得好，积少成多，苍蝇腿也是肉啊，那都是咱们自己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哪怕是几块钱，也要养成当面点清的习惯。这不仅仅是为了那点钱，更是为了培养一种对自己财富负责的严谨的金融习惯。这习惯能帮我们避开很多麻烦。各位老友，咱们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每一分都来之不易。我们把钱存进银行，是出于对国家金融体系的信任，但信任不能代替监督。银行那句现金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虽看似冰冷，在实际中往往成立。我们未必能改变这条规定，但完全可以养成自我保护的习惯。我们不贪图非分之财，也绝不能让自己的血汗钱因疏忽受损失。下次取钱时，务必记住，多花2-3分钟，在摄像头下把钱点清看明，让自己安心，让家人放心，这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您觉得蔡哥今天说的在理，说到您心坎里了，请在评论区打出当面点清4个字，让我们互相提醒，把好习惯传给更多人。
如果您或亲友有过相关经验教训，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一句话，或许就能帮老朋友避坑玩损。最后，请点击订阅健康之道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会一直陪伴大家，用通俗的话聊金融理财、健康养生这些关乎晚年生活的大事，一起把日子过得更安稳、更舒心。感谢收看，下期再会。